不要駝背，說服自己才是改善駝背的關鍵。單靠告誡自己通常沒用，大腦會疲乏，而要說服潛意識，你得用正向誘因取代負面恐嚇。試試以下3種心理暗示。省力模式暗示，告訴自己挺直比彎着更省力。驼背时，肌肉要持續緊繃對抗重力，反而累。只要把胸口微微上提，讓骨骼垂直堆疊，重力会幫你掛住身體，當下就會感覺輕鬆。去感受那種鬆一口氣的舒服，大腦就會記住。開闊感暗示，駝背時視野狹窄，胸口壓縮，容易引發焦慮。當你挺起胸，告訴自己我正在接收更多光線和氧氣。深呼吸幾次，感受肺叶完全擴張，這種生理上的自信激素上升，會讓大腦把挺胸和好心情連結。未來投射暗示，別想現在難看，要想10年後的脊椎。告訴自己，現在每多挺直1分鐘，就是在延後未来骨刺或压迫神經的痛苦。這是在跟將來的自己借健康，用長遠利益說服當下的你。請不要叫自己隨時挺直，那太累了。你只需說服自己，每次看到鏡子或黑色手機熒幕時，就刻意挺直1次。其他時間允許駝背，但看到反射就彎一下。把矯正當作對自己身體的溫柔探索，而不是糾正錯誤。當你覺得挺胸是在寵愛脊椎，而不是處罰姿勢時，你就成功說服自己了。接下來，針對辦公或滑手機時的慣性駝背，找到具體的微習慣來搭配，那些讓人幾乎忘了它的存在的微習慣。這些動作不用刻意用力挺，而是讓身體回正。貼牆存檔法，每天2次，每次1分鐘。飯後靠牆站立，腳跟離牆約1個拳頭寬，重點是後腦勺和臀尖要貼牆。不用夾背，只要下巴微收，感覺脖子後方有拉伸感。這1分鐘是在幫脊椎校準記憶，比整天碎念有效。腋下夾紙辦公術。坐着時，想象2邊腋下各夾着1張紙，或真的夾2團衛生紙。關鍵是手肘朝外，不要夾緊身體，這會讓肩膀自然外旋，胸口就開了，而且打字時會更輕盈。眼球主導秘訣，這最無痛。走路或坐着時，把視線水平線微微上調5度，看向遠方樹梢或熒幕上缘。人類的頭部會跟隨視線，視線一抬高，頸椎自然回正，駝背就少了50%的動力。每當你意識到自己在滑手機或走路，就對自己說，脖子往後靠，像要躺枕頭。不用管肩膀，只管頸椎。這個指令最簡單，大腦最容易執行。有哪些場景會讓你特別容易驼背？我猜猜，看手機及打電腦時。這2個場景堪稱駝背重災區，但是也是最好解決的，因為禍首是視線，不是意志力。只要調整熒幕高度，你的身體就不需要驼了。建議2套不动聲色的方法。看手機時，第一個，終極懶人法，請徹底放棄低頭這個動作，改成用眼睛向下看，頸部不動。第二個，手機托高術，把手機舉到胸口高度，手肘找個東西靠着，肚子或桌面，讓視線從往下看變成水平微垂即可。第三個，躺椅姿勢，坐着時，身體往椅背一靠，用左手托住右手手肘，也可以反過來，形成一個3角形支架，手機自然就在視線水平處。這個動作很帥，像在沉思，
而且完全不用脖子處理。打電腦時，這一步做好，駝背幾率直接砍半。第一，熒幕上緣要齊眉，書本或支架墊高筆電，直到熒幕頂端與你的眉毛同高。這樣你必須收下巴才看得清楚，而收下巴就是駝背的天敵。第二，鍵盤拉近，把鍵盤拉到肚子前方，手肘彎曲略大於90度。手肘一旦在身體前方，肩膀就不會往前捲，駝背想捲也捲不起來。每次解鎖手機或打開電腦前，先做一個動作，把雙手叉腰，手肘往後輕輕一夾，再開始操作。這是在告訴大腦，現在進入挺拔模式。只要2秒鐘，比提醒自己挺胸有效10倍。另外，筆電其實是駝背陷阱，但也是矯正好物。因為它輕巧，你可以帶着它移動來遷就你的姿勢，而不是你去遷就它。針對筆電，這裡有3個零成本方案。方案1，最懶人，適合沙發或床上。把筆電放在茶几或矮桌上，然後你盘腿坐在地板或坐矮凳，因為視線自然往下，脖子不用刻意低，駝背就沒有啟動的理由。這招最適合追劇或閱讀，身體會自然前傾，但脊椎是直的。方案2，最像辦公讀書時，適合書桌。書本疊高法，找3本厚書或者鞋盒，墊在筆電下方，直到熒幕上緣與你眉毛同高。關鍵來了，墊高後外接鍵盤和滑鼠，如果沒有，就用筆電內建鍵盤，但手要懸空。手肘放在桌上，手肘彎曲要大於90度，這會強迫肩膀後收。如果沒有外接鍵盤，把筆電往桌緣拉近，讓手腕和手肘都靠在桌上，不要懸空，這樣肩膀就不會往前緊繃。方案3，最激動，適合到處移動。單手托底，把筆電放在桌上時，用非慣用手，左手托住筆電底部前端，讓熒幕微微向後傾斜。這是你的慣用手，右手操作，因為左手在撐，你的身體會自然挺直來平衡，驼背就被物理破解了。每次打開筆電前，先做一個動作，把雙手放在後腦勺，手肘往後夾一下，像投降姿勢，單手貼頭，再開始打字。這個動作叫開胸，只要2秒，能瞬間把肩膀拉回正確位置。再來，書桌是最容易根治駝背的地方，因為環境固定，只要設定一次，之後就不用動腦。針對書桌，有一套物理強制回正術，完全不用靠意志力。椅子調整法，這點像暗樁。把椅面高度調到膝蓋略低於臀部，大腿微微往下斜。這個角度會強迫你的骨盆稍微前傾，駝背就無法窩起來，因為身體重心會自然往後移到坐骨。2，手肘支撐，這就好像在偷吃步。這點最重要，雙手手肘務必放在桌面上，延伸出去，不要懸空。手肘穩穩撐着，肩膀肌肉就會自動放鬆，不會往前聳。你會發現，只要手肘有靠，胸口就開了。每次坐下時默念，屁股坐滿，頭頂拉高。先將臀部完全推到椅背底部，再想象頭頂有一條線輕輕往上拉。這2個動作同時做，姿勢就自動歸位，不用再想肩膀要怎樣。如果覺得手肘靠桌不舒服，可能是桌面太低，那就來調整椅子高度。很多人白天努力挺直，結果睡覺時反向折疊一整晚，隔天醒來又緊回來，真的很可惜。不過別擔心，
睡覺反而是最好矯正的時候，因為你完全不用出力。針對睡覺，記住一個核心原則，讓脊椎維持自然的 S 曲線，不要變 C 或 V 字形。依照你的睡眠習慣，產生了2套方案。方案1，如果你是側睡族，最推薦，這是對脊椎最友善的睡姿，枕頭要高，側睡時，枕頭高度要等於肩膀到耳朵的距離，這樣頸椎才能維持水平，不會歪一邊。下巴有沒有朝胸口壓下去，是判斷標準，沒有就對了。雙腿加抱枕，準備一個枕頭或棉被，夾在兩膝之間，而且要夾到膝蓋與髖部同寬，這能防止骨盆旋轉，避免腰部的 S 曲線塌掉，驼背就少了源頭。方案2，如果你是仰睡族，枕頭要薄，仰睡時，枕頭高度只要墊滿頸部空隙就好，讓額頭微微高於下巴，千萬不要讓下巴往胸口壓，像低頭看手機，那是直接重現白天的驼背。膝蓋下墊高，在膝蓋正下方墊一個枕頭或棉被，讓膝蓋微微彎曲，腰部自然貼平床面，這樣腰椎一放鬆，整個背部就不會緊縮。睡覺前有一個鬆開儀式，超級有用。你躺平後做一個動作，雙手舉過頭頂，往頭頂方向延伸，像要抓住床頭櫃一樣，用力伸個大懶腰，同時腳尖往下壓，維持5秒後放鬆。這個動作能把你白天縮短的胸肌拉開，帶着放鬆的身體入睡。然後我們就用睡前一鍵設定的概念，讓身體不管怎麼翻，都能自動卡在正確位置。你只需要準備2顆枕頭，或者1顆枕頭加1條捲起的棉被。枕頭1，躺頭，這顆是主力。側睡時把它拉平，讓它同時撐住頭部、頸部、肩膀頂端。仰睡時把它稍微往後腦勺下方拉，讓下巴微仰，確保額頭高於下巴。枕頭2，移動式輔助。當你側睡時，把這顆夾在兩膝之間，大腿內側要完全貼合枕面。當你翻身變成仰睡，順手把這顆塞到膝蓋正下方，不用醒來，憑感覺撈過去即可。有一個反直覺的關鍵，請不要把枕頭墊在腰下，那會讓腰椎過度前凸，反而緊繃。真正要撐的是頸後空隙，仰睡時和膝蓋間距，側睡時這2個點固定了，脊椎自然糾正。如果半夜醒來發現枕頭跑掉，不用緊張，每次翻身時順勢把頭下的枕頭往肩膀方向拉一下，確保它填滿頸部空隙。這會變成身體記憶，2週後你就會自動調整。最後，早晨醒來後，坐在床邊，雙手自然下垂。如果感覺胸口比昨天開闊，那就代表昨晚的設定成功了。如果覺得夾枕頭不舒服，那可能是枕頭太軟或太硬。用毛巾取代枕頭其實是更聰明的選擇，因為毛巾可調整性極高，能完美貼合你的頸椎曲線，不像枕頭有時太軟或太硬。而且零成本，今晚就能試試。針對2重睡姿，可以用1條大浴巾變化出2重功能。枕頭1，取代頭部枕頭，做成頸椎專用卷。不要再墊高後腦勺，重點是撐住頸椎悬空處。將浴巾对折後，緊緊捲成一個實心長條卷，像海綿蛋糕卷那樣。卷完後，用2條橡皮筋或髮圈套住2端固定，避免鬆開。仰睡時，把這個毛巾卷墊在頸部正下方，不是後腦勺，
讓後腦勺輕輕碰到床墊，這時下巴會自然微仰，頸椎呈現完美的 C 型支撐。側睡時，把毛巾卷稍微拉長，壓扁一點，墊在耳朵正下方至肩膀外側，填滿耳朵到肩膀的空隙。這時候從側面看，你的鼻尖要與胸骨中心成一直線，沒有歪頭或低頭。枕頭2，取代膝蓋輔助枕，做成雙用途折疊。這不用卷，用折疊法最快。把毛巾折成約一個滑鼠墊大小的方形厚墊，約3-4層。側睡時，把這個厚墊夾在兩膝內側，讓膝蓋內側骨頭直接貼着毛巾。如果覺得不夠高，就再多折一層，目的是讓上方的膝蓋完全平行於下方膝蓋，骨盆才不會歪斜。仰睡時，把這個厚墊直接墊在膝蓋正後方的凹窩處，讓膝蓋微微彎曲約15度，這樣腰部就能完全平貼床面，背部肌肉徹底放鬆。關鍵小技巧：粘住毛巾卷。毛巾卷最怕翻身式滾走，你只要把毛巾卷塞進睡衣的领口下缘，仰睡時或塞進寬鬆睡褲的腰帶內側，側睡時它就會乖乖跟着身體移動，半夜翻身也不怕跑掉。是躺時調整高度的小技巧。仰睡時，如果感覺下巴压向喉嚨，像雙下巴，代表毛巾卷太高，請攤開一層再重捲。仰睡時，如果感覺脖子懸空，頭往後掉，代表毛巾卷太低，請再追加一件薄 T 恤捲進去。側睡時，如果感覺上方的肩膀在耸肩，代表毛巾卷太扁，請多折一層。既然辦公、睡眠都搞定了，現在來聊聊日常碎片時間。真正的妙招，不是叫你時時刻刻挺胸，而是把矯正動作偷渡進你本來就在做的事裡，完全不用額外花時間。介紹5個融入生活的駝背殺手。妙招1：走路時手掌朝後，這是最無感的矯正。走路或站立時，把雙手自然下垂，讓掌心朝向身體後方，而不是貼着大腿外側。這個小動作會強制讓你的肩膀向外旋轉，胸口瞬間就打開了，駝背想縮都縮不起來。等你習慣後，走路姿態會自然變挺拔。妙招2：等紅燈或者排隊時背後扣手。只要雙手空着在等待，就把雙手放在背後，十指交扣，然後輕輕把手臂往後下方伸直，像要碰到尾椎。這能拉伸緊繃的胸肌，同時啟動下斜方肌。做5秒放鬆，再重複，不用管別人眼光，這動作看起來還蠻悠哉的。妙招3：刷牙或者洗碗時單腳微彎。站着做日常家事時，把一只腳踩在小板凳上或馬桶底座，橱櫃底缘，膝蓋彎曲。這個動作會讓你的骨盆微微前傾，脊椎自然回到中立位，上半身想駝都駝不了。左右腳輪流踩，還能順便練核心。妙招4：滑手機時手肘靠腰。如果不想把手機舉高，還有一個偷吃步，坐着時把手肘撐在腰側或肚子上，形成一個支架，手機自然就在胸口高度。這個動作讓你低頭不彎頸，因為下巴是被手肘撐住的，頸椎完全不用處理。妙招5：背包掛胸前。如果你習慣背斜背包或後背包，把背包反背在胸前，像抱小孩那樣，這個重量会自然把你的肩膀往後拉，而且為了平衡，你的核心会不自覺收緊，做捷運或走路時，姿勢直接強制歸位。每天找一個門框或牆面，把後腦勺、肩胛骨、
臀部3點同時貼上去，站個10秒鐘。這是在幫脊椎存檔正確位置，只要貼得住，就代表你今天姿勢合格；貼不住，就代表胸肌太緊，該多做妙招2的背後扣手了。最科學的方法，讓2邊耳朵同時往上，遠離肩膀，這是在對抗脖子前伸。只要耳朵離開肩膀，頸椎就回正了，上半身重心後移，驼背就少了80%的动力。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物理距離指令，大腦很容易執行。請記住，懶惰的身體要用聰明的環境來治。姿勢是習慣的產物，不是靠意志力的。